上一回我们说到林家的财产流入荣国府后，又到哪里去了？一种可能性是钱财入了贾母的私人账户，独立于荣国府财务体系之外，但这与第72回里贾琏所说的再发个300-200万的财就好了的话却对不上号。按照贾琏的意思，那笔钱至少应该是大部分已被用了，这便是林家财产的第二种去向。但我们在阅读《红楼梦》时，却没感到在林黛玉2次入府后，荣国府有暴富现象的痕迹，生活仍是在按祖宗旧例在运转，即生活标准并未见提高。那么这笔财产究竟到哪里去了呢？若再仔细阅读作品，可以发现从第14回林如海去世到第72回贾琏说那句话为止，却有一件事可能将流入的林家财产消耗殆尽，那就是为迎接元春省亲而建造大观园。在第16回里，元春晋封为凤藻宫尚书，加封贤德妃，接着又有旨意，贵妃们可回府省亲。贾府立即着手建造的省亲别院，即后来的大观园，从东边一带，借着东府里花园起，转至北边，一共丈量准了3里半大。在第17至18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荣国府归省庆元宵里，作者详细的介绍了园内的小桥、流水、假山，以及如潇湘馆、怡红院、恒芜院、秋爽斋等处建筑的精巧或豪华。所谓一处处铺陈不一，一桩桩点缀新奇，连皇宫里出来的元春见了都说，以后不可太奢，此皆过分之极。曹雪芹在作品中没有也不可能开列建造大观园的各项费用，但他在第16回里透露了2笔费用：下姑苏聘请教习、采买女孩子、置办乐器行头等事花费了3万两银子，而置办花烛彩灯并各色帘笼帐幔则花费了2万两银子。还未提及房屋的建造与装修、园子的设计与布置，以及各种精美家具的购置，5万两银子就已经用在省亲中的小点缀上了。以此做推算，整个大观园的建造就必然是耗费了巨额财产。即使是贾府这等富有的世袭公爵，一下子要耗费如此巨大的财富，也必然会感到捉襟见肘的。更何况早在第2回里，曹雪芹早已明确地借冷子兴之口告诉我们贾府的经济状况。原来贾府传至第3代，如今的这宁荣两门也都消疏了。冷子兴还进一步解释说，古人有云，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如今虽说不及先年那样兴盛，较之平常仕宦之家，到底气象不同。如今生齿日繁，事务日盛，主仆上下，安富尊荣者尽多，运筹谋划者无一，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。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，内囊却也进上来了。联系到后来大观园的建造，上述这段话等于在明白地告诉读者，贾府根本没有建造大观园的经济实力。从第2回冷子兴的介绍到第16回开始筹划建造大观园，检阅作品中的描写，确实发生了使贾府经济状况改变的事件，那就是第16回开始时所说的林如海已葬入祖坟了，诸事停妥，贾琏带着林黛玉回到了贾府，他同时还带来了林家的财产。于是建造大观园与迎接元春省亲的费用难题便迎刃而解了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林如海正可谓是死得其时了。而林家财产最有可能的用途，就是装点了贾府最后的繁荣。